既然兜里有钱，心里不慌，在网络高速发达的时代，已经有更多的老年人见识到了亲情的脆弱，早早地懂得了养老靠自己的必要性。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，他深知养儿防老已不再是金科律令，儿女不孝或是儿女能力不足，无法承担养老责任的例子多的是。于是他在迈入中晚年后，就开始为自己考虑。他认为晚年要有足够的积蓄作为保障，再加上较为健康的身体，就能安享晚年。然而，这是他以前的想法，现在他后悔了。为什么呢？让我们来听一听。讲述人李先生：我今年已经74岁了，老伴早就不在了，我退休也很久了，但离职不久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退休后不久又被返聘回单位继续工作，这也是我为了攒钱愿意做的事。我有2个女儿，因为妻子早早离开，所以我都是省吃俭用供他们读上的大学，其中拉扯他们长大的艰辛，也是不知如何诉说。刚开始对于养老这件事，我没想太多，认为顺其自然就好。但是当我从单位退休后，发现2个女儿都在外地，我一个人在老家，独对满屋孤寂时，心里的平衡就被打破了。大女儿已经在外地工作，即将成家立业，不会再回老家发展。小女儿虽然是还在上大学，但应该也不会再回来。一年到头，想见女儿几面都是难的，想他们的时候，也就是打个视频电话，但他们都很不耐烦地说忙着呢，然后很快挂断。长此以往，我心里的委屈按不住了。我对我自己说，以后养老就靠自己，我再也不想给他们花1分钱，我要自己振作起来，趁还有精力工作攒钱。于是就有了前面我说的再次回单位上班。我的退休金加上后面上班的工资，每个月也有个8000，省吃俭用下来，一年能存下来个7、8万。不止存钱，我也坚守着底线，不再愿意为他们花钱。女儿们也很快地发现了我的转变。例如大女儿因为长期在外地，很嘴馋老家的牛肉干、腊肉，经常让我寄过去。这一次我拒绝了，牛肉干、腊肉这些东西，买多了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女儿，你现在赚钱了，你想吃什么自己买吧，这些网上都有得卖。听到这话的大女儿之后，再也没找我寄家乡特产。还有小女儿，后面大学毕业后租房工作，常常工资花完，生活费都不够了，就月底来找我求助要钱。我也不会惯着她，让她自食其力，管好自己的工资开销。之后几年，2个女儿相继结婚，买车买房，都曾经找过我。这种大事一给一大笔，我真的帮不上什么忙，除非我把养老金给出去，我不愿意。所以女儿们越发的觉得我吝啬、冷漠、无情，心里对我的怨言很大。隔阂越来越大后，来往就更少了，甚至过年他们都不愿意回家。我当时也僵着，就觉得自己没有错，养儿果然不防老，所以就更加拼命攒钱，给自己留退路。离职后几年，我过得很是潇洒，自己有存款，不用依赖女儿们，想吃啥就吃啥，想买啥就买啥，想去旅居就去旅居。只不过跟女儿们的关系是难以修复了。但好景不长，随着年岁渐高，我的身体也是一天不如一天。有一次我中风了，幸好邻居们发现，把我送进了医院。只不过中风给我带来的还是长久的行动不便。卧病在床的时候，我已经无法自理，只能寻求别人的帮助。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去女儿那边，每天有人照看着，但是2个女儿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。大女儿说，
我们一家3口蜗居在一套1房1厅的小房子里，没有地方住。小女儿说：“我要还房贷车贷，还要养2个孩子，压力大得快把我压垮了。下了班还要去兼职，没有时间照顾你。”我很伤心，但是心里早有预料，所以很快就接受现实，请了一位保姆照顾我。保姆照顾的也还不错，但是终究是没有血缘亲。躺在床上的时间里，我一直在想我的女儿们。如果我愿意为他们花钱，帮他们，是不是就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？我现在有钱，不用再发愁养老的问题，但是我却永远的失去了亲情，无比悔恨。人老了，再坚强的人都会渴望儿孙绕膝的温馨。李先生老了，病了，女儿们却不曾来看过他，这让他非常的心酸。但是有人觉得你给了钱，也不会收获你想要的亲情。子孙就是不孝，因为什么理由都不足以让他们否认李先生20年之间拉扯他们长大的养育之恩。有钱才能养老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发表你的观点。你支持存钱还是给钱呢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后悔吗？